我给女儿办理入学时，却被告知户籍下突然多了2个男孩，学位名额6年前就被大的用过，现在小的继续占着，而我女儿却无学可上。调查之下才知道是之前的租户干的。我马不停蹄要求他们赶紧把户籍转走，学位还我。对方不紧不慢，大不了你告我呗，拖你个3年5载的。我转手花250块将那2个男孩取消国籍，移民到缅甸，他们却慌了，发疯似的满世界找我。我悠哉悠哉，我儿子移民是好事，你一个陌生人就不要插手了。户籍下显示已经有2个适龄男孩就读了，2个男孩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有我女儿一个孩子。提交入学申请时，系统却显示学位已被锁定。一开始我没多想，只以为是系统出错了。然而等跑到房管局一问，顿时遭了晴天霹雳。工作人员说，小学的学位6年前就已经被用过了，现在是被第2次使用。心中瞬间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我这个是双学位的学区房，囊括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位。我抱着一丝希望，试探性地问：那初中学位呢？现在也被人锁定了。一句话将我的心打入谷底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怎么可能在我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2个学位莫名其妙全都被占用？无妄之灾。那我女儿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就一个独生女，今年7岁，刚要上小学1年级，学位怎么可能6年前就用过？工作人员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，问我房子是不是出租过。他的话瞬间点醒了我，房子7年前确实出租过，租客是对中年夫妇，记得一副很和善的样子，但他们租了1个月就突然违约要搬走。后来我工作调动，正好需要地方住，也就没再出租了。难道是那对租客干的？怀着这个疑虑，我迅速拨通了当时的中介电话。幸好中介还干着，说帮我找找租房合同。我等得发急，阴冷的大厅里只有我满头是汗。好一会儿合同终于发来，中介提了一嘴，那对夫妇我印象挺深的，非要租有 C 小学位的房子，而且租金还要便宜，最好是户主没有孩子的。我跑了小半个月才搞定。所以你说了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听到中介说的话，我心凉了半截。看来就是他们干的了。那对夫妇，一个叫张建国，一个叫李秀梅。当初说好了要长租，合同都签了，才住了1个月，却突然反悔，说要回老家。我看他们老实巴交的，既没有从他们要违约金，押金也退他们了。没想到我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们，他们却用最坏的心思来算计我。我真的觉得自己蠢得跟猪一样。为了买这个双学位的学区房，我和老公掏空了积蓄，又贷款了一大笔，比周边房子多花了大100万才买到这里。为此一家子省吃俭用的，一连几年我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结果现在贷款好不容易快还完，却被告知自己的租客用3000块就霸占了我们的学位6年。一家子贪得无厌，以为我们不会发现，不仅要用初中的学位，连我女儿小学的学位也要霸占着，这换谁能忍？冷静想来，这其中肯定有违规操作，既然不合法，那肯定就能撤销。不过很快现实就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来看一切手续合法合规，他们无权撤销。我顿时就怒了，意思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学区房，却只能吃哑巴亏，我女儿就活该没学上啊！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。见我快要疯了的样子，工作人员提醒我，既然你认定是租户的问题，你可以先跟他们协商一下，证明这件事确实是他们的错。我知道跟工作人员争不出所以然，只能耐着性子拨通租房合同上的电话。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愿意归还学位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我简单说明来意。然而还没来得及等我说出诉求，那边快速挂了电话，再打就是无法接通了。我懵了，气得牙齿都在打颤。这件事铁定就是他们干的，没跑了。既然他们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撕破脸皮了。我也不废话，直接去警察局报了警。本以为顶多就是租户不经过我的同意偷用了我的学位名额，然而结果出来却惊掉了我的下巴。警察告知我学位的事确实没问题，因为用我房子学位的正是我的儿子。我儿子血的，你户籍底下确实有2个男孩，大的叫张耀天，小的叫张浩宇。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，我差点就叫出了声。这根本不可能，我8年前才结的婚，婚后才怀孕，这些年来辛苦把一个独生女养大，现在莫名其妙却多了2个儿子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不就成了婚前就有私生子？就算证实了是个误会，那我的名声也早臭了。事态已经明显超出我的掌控，我连忙问户籍警这是怎么回事。户籍警摇摇头，这户口当初不是我办的，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。我没忍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既然你们出了纰漏，那赶紧改正啊，把这2个陌生人牵出去。他面色有些为难，这不符合规定，首先你得证明他们不是你的孩子。我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，我连孩子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证明？见我情绪太过激动，
警察将我拉到一边，说这事属于民事纠纷，毕竟当初我到底有没有同意转户籍，谁也不知道。线下的情况只能两家人好好的去协商。我一听他这样说，心里就更气了，合着人家偷偷把孩子挂在我的户口底下，我想转走还要舔着脸去说好话，这是个什么道理？但很快我又冷静了下来，为了女儿的上学问题，再怎么气也得忍了。我只想赶紧解决这个问题，让女儿在最后的报名节点能顺利入学。警察帮忙打了电话，电话顺利打通了。我连忙说出自己的诉求，表示他大儿子之前占我家学位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，只要赶紧把户口迁出去，再把我女儿的学位还我就行。按道理我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，毕竟真要是计较起来，市面上同样的学位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，我都没让他们赔，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怎么着他们也该满足了。然而他们就一句话，就你女儿金贵，我儿子不用上学了，就这一句话直接给我干懵了。这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你占我家学位6年，你还有理了？那边声调陡然抬高了8度，比我还凶。有本事你就去告啊，我就不配合，拖你个3年5载的，到时候我孩子都毕业了，说不定哪天你突然被车撞死了，我儿子还能分到你的遗产呢。我正准备破口大骂前，对方挂了电话，我满肚子的怒火憋着发泄不出去，气得直跺脚。对方不配合，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，现在还在网上报名阶段，后面还要现场审核，一旦让他们审核成功，那我花重金买来的学位名额就彻底废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老公打来电话，问我报上名了没有。我一脸颓丧，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给他听。隔着电话，我都能听出老公的声音都在抖，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？等我下班后，咱们一起去找那家人。我制止了他的想法，这种撕破脸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，毕竟你是体制内，要是被他们恶意诬陷，咱们有理也说不清了。想到这里，老公更是气得不轻。我安慰他，没事，你安心上班，这事儿我肯定能解决好。线下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那家人，好当面解决这件事，不然他们一直缩着头，我再多的力气也使不出来。趁着还是上班时间，我拿着户口本和房产证就去了学校。既然法律上认定他们是我儿子，那我总能查到家长的登记信息，从而得到他们的家庭住址。一切好像尽在掌握，但结果很快再次教我做人。校长听完我的控诉，表示对我们的遭遇很同情，但由于登记的家长信息不是我们的，所以他们无权透露，不然就属于侵犯隐私权，因此爱莫能助。我直接就被噎得说不出话。这是告诉我，空有监护人的名义，却有什么权利都行使不了吗？合着法律就尽让坏人钻空子了呗？违法的代价如此之低，维权的过程却是千难万阻，所以他们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干坏事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事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能忍。说到底，解决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家长身上。既然孩子在这里读书，那么家长肯定就在附近陪读。然而我一连奔波了好几天，依旧一无所获。这家人好像知道我们在找他，故意躲着我。好不容易刚从附近房东那里打听到线索，找去时他们就已经搬走了。一切再次回到原点，眼看开学在即，老公再也坐不住了，要不就把现在的房子卖了再买一套，反正女儿上学不能耽误。我知道，若不是被逼急了，老公断然不会说这种话。现在房产大环境不好，附近的房价已经跌了一大截，这账怎么算怎么亏。我摇摇头表示否定，心中的难受无法言说。学位已经备用了，且不说根本卖不出好价格，现在是根本就没人接盘，就算腰斩卖出去，等于这8年咱们都白干了，这其中的损失谁来承担？我肯定是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。老公疲惫地耷拉着眼皮子，叹了口气，要么就只能让甜甜先上其他学校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更不乐意了。这附近的教育资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好几个学校都出了安全问题，更何况咱们多花100来万，就是为了让甜甜上个好学校，凭什么花了钱白白让别人享受？我向来不服输的性子，这学位说什么都要争回来。但最关键的是，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只能剑走偏锋了。我掏出手机给舅舅打去电话，他在2道都有门路，想来一定有办法。一连几个电话才打通，舅舅却说他这会不在国内，过2天才回国。我顿时就泄了气，差点就忘了舅舅这段时间一直都在缅甸干工程，根本回不来。我跟舅舅简单说了下我现在的情况，舅舅却笑了，这事儿简单啊，既然在你的户口本上，那就是你的儿子，现在孩子不见了，你想报警找到他，没毛病吧？我豁然开朗，合理合法。我佯装慌张的报警，说自己孩子丢了，可能是被拐卖了。接警的是2个年轻警察，一听这事儿全都很重视，他俩的办事效率很迅速，很快就通过监控锁定了那2个小子出入的小区。原来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小区域，我跟着警察上门，开门的是个5大3粗的汉子，
正是张建国，还未等他反应，警察一拥而上，将他按在地上。李秀梅还系着围裙，看模样是准备做饭。一看这架势，她拔腿就冲了过来，迅速被另一名警察控制住。你们涉嫌拐卖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张建国一脸雾水，不停挣扎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我们不是人贩子。警察看向我，而我指着客厅里还在看动画片的2个小孩。你是不是叫张耀天？大的点点头。你是不是叫张浩宇？小的也跟着点点头。我掏出户口本，看到了吗？他们就是我的孩子。夫妻俩总算明白过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张建国朝着我就开骂。警察同志，这臭婊子报假警，你们应该把他抓起来。这2个是我儿子，根本就没有拐卖这回事儿。他心知肚明。2个孩子着急地喊爸爸。警察也懵了，简单了解事情原委之后，只能暂时松开他们。张建国起身，硕大的身材板比2个年轻的警察都高出1头。他不服气地朝我瞪2眼，就撺掇着警察治我报假警的罪名。我压根儿就不怵我，他们在我的户口底下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我要是不报警，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他们。现在我可以给你机会，把孩子户口转走，把我女儿学位还给我。你儿子还是你儿子，不然我一定会向你追回我的所有损失。听着我愤怒的讨伐，李秀梅反倒轻蔑一笑，你就不能让你女儿等几年再上学？我儿子可都是人中龙凤，是你那个小赔钱货能比的吗？你怎么不说你占我2个儿子的便宜？我还没向你索赔呢，你倒先来倒打一耙。这话让2个警察都变了脸色。说实话，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听这意思，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和我协商学位的事儿，铁了心要强占着。见张建国跃跃欲试，想动手的样子，警察警告他配合点，他挺着胸膛就朝警察逼过去，大有一副不要脸的架势。我就不配合，有本事你打我！话音刚落，李秀梅一个屁蹲，坐在地上打滚。打人了！警察打人了！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家人的厚脸皮程度。没想到他们混起来连警察都讹。周围的邻居不少都出来围观，有的还录起了视频。为了不引起舆情，让警察难做，我再次鼓起勇气跟他们交涉。话还没说出口，一直旁观的张耀天突然冲进厨房，出来时手里还举着一把菜刀，他像个疯子一样，嘴里大喊着：“贱女人，你敢欺负我爸妈，我砍死你！反正我未成年不犯法。”我侧身躲避，刀身堪堪擦着我的脸颊砍过去，肩膀撞在墙壁上，心底的恐惧却比身上的痛更加剧烈。但凡我反应再慢一点，那把刀就得照着我的头砍下去，不出人命也得毁容了。来不及后怕，一坨温热的液体突然砸在我的小臂上，低头一看，肥墩墩的张浩宇正鼓着腮帮子朝着我身上吐了好几口黄痰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想一脚踹死他们。警察在旁边，他们就敢这么乱来，真不敢想我要是一个人来了会是什么后果。反应过来的警察将我护在身后，警告你们，再胡来你们就涉嫌袭警了，要被抓起来。可他们笃定了警察不敢当众做什么，更加嚣张。李秀梅朝我的脸怼过来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贿赂警察了？所以他们才向着你说话。我要举报你们，又来了，倒打一耙。我忍无可忍，违法的人是你们，你们必须尽快把户口的事儿给我解决了。张建国做事还想动手，威胁般将拳头在我面前挥来挥去。我说了，有本事你就告我去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着。无语的是，暂时我确实拿他们没办法。来之前我就咨询了相关人士，人家说这种事也不少发生，一般最后都是起诉才能解决，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不说，等官司打完了，被耽误的也只有自己的孩子罢了。所以他们才能这么肆无忌惮，认定我拿他们无可奈何。现在的法治社会反而拯救了这些无赖。虽然户口我迁不走，孩子我也带不走，但我真要做什么，他们总有双手伸不到的地方。我立下最后通牒，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你们真的放心把孩子放在我名下吗？张建国昂着头，耀武扬威，你想怎么地？告诉你，我才不怕你威胁，窝囊废！你除了装逼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好，这可是他们自找的。出了小区，等了好久的舅舅电话终于打来了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迁出你的户口，只不过很阴险。我乐了，要的就是阴险。我们举家准备移民到缅甸了，你直接把他们转到我的户籍底下，到时候我给他们一起取消国籍。舅舅强调，中国国籍一旦放弃，再想得到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若有所思，这事儿麻烦你不？舅舅呵呵一笑，有什么麻烦的？我这边还缺人挖矿，我可是求之不得的。舅舅虽然在缅甸干着正经工程，但那里可是出了名的乱。他之所以能混得风生水起，靠的就是这些年来在那里积累的人脉。张建国一家再手眼通天，也伸不到国外。到时就算再嚣张，在那里也只不过死得更快罢了。那里可没有法律保护这群无赖。我问舅舅，到时候他们要是非说这孩子是他们亲生的，不愿意跟着你移民呢？舅舅早就想到了这一茬，户口在我名下，
到时候都不是中国人了，你觉得谁有义务管他们怎么想？我默默点头，有道理。当初那群人移到我的户口上，不需要我的同意，现在转到舅舅户口上，自然也不需要他们同意，因为舅舅的关系，转户籍的事情办得很利索。很快，那2个小崽种就从我的户口本里挪出去了。然而学位已经被锁定，我女儿依旧用不了，现在只能等舅舅移民成功。只要等他们失去国籍，就不存在占学位的事了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里上学的资格。看我焦急的模样，舅舅让我安心。出国的手续原本就办得差不多了，很快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。到时候大不了你去学校现场报名，还来得及。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的。这几天我一直憋着一口气，吃不下睡不着。终于等到了学校现场审核的日子，舅舅不放心，当天亲自开车送我们去的。学校门口熙熙攘攘，我正好和李秀梅打了个照面，她有些惊讶，随后戏谑的上下打量着我：“你不会觉得来这里闹一下，你们就能上学了吧？”看着怪体面的一个人，竟干些丢人现眼的蠢事。明明是他偷我家的学位，不仅不觉得可耻，居然还耀武扬威。不过我一点都不气，因为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见我不说话，李秀梅以为我吃了鳖，揽住张浩宇就朝里走。走，儿子咱们报名去。可怜哟，小赔钱货没学上了。只见他将审核材料往工作人员的桌子上一摔，就准备往里走。工作人员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，随即开始核对信息。李秀梅母子刚走到学校门口，工作人员猛地站起来，腾腾腾跑上前拦着他。对不起，系统显示出错，您现在还不能进去。李秀梅扯着嗓门大吼：什么？怎么会出错？是不是你们的问题？赶紧查查！搞什么吃的？我们家长送孩子来这里上学，你们就是这样办事的？等待过程中，满脸不耐烦的李秀梅时不时骂工作人员几句，她那大嗓门引得不少家长围观，纷纷侧目鄙视。工作人员满头大汗，接了个电话后奇怪地看了李秀梅一眼：我们没有错，您的孩子没有中国国籍，也没有中国绿卡，是不能在我们这里上学的。刚才还嚣张的李秀梅顿时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，砰一下拍着桌子：有没有搞错？我儿子怎么可能没有中国国籍？你在说什么屁话？他还要纠缠。而我撞开他，态度恭敬地向工作人员递上审核表：不好意思，报名来晚了，麻烦您帮我提交一下。工作人员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微笑着接过：您稍等。好的，审核无误，通过了，您可以进去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李秀梅几乎目瞪口呆。她怎么能进去？学位不是我们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搞鬼？她看我身材瘦弱，上前就要撕扯我的头发，早有防备的舅舅一把拽过她的头发，将她抱摔在地。舅舅对着仰躺在地上的她啐了一口：忍你很久了，真当老子不打女人啊？李秀梅平日里嚣张惯了，这一下直接把她摔懵了。学校的保安正要上前，人群中突然挤出来了个张建国，大概是给张耀天报名也没成功，跑到这里来找李秀梅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他冲过来就要和舅舅拼命。张建国虽然身材壮实，但和常年健身的舅舅比简直是螳臂当车。还没等张建国近身，舅舅的拳头就直接砸在他的脸上。张建国翻了个白眼，吐在手心的血水里还掺着2颗牙。舅舅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丝毫没有给张建国反应的时间，单手钳着他的脖子，朝着他憋红的脸就是一顿捶，根本就不给他反击的机会。眼看自己老公被当死狗一样打，李秀梅嗷嗷叫着，起身朝舅舅扑过去。我抡起一巴掌，刚爬起一半的他又被扇得趴下。张耀天吓得动也不敢动，舅舅一手拎着一个兔崽子，这就是老子的好大儿啊！跟着爸爸去缅甸挖矿去吧。不知道谁报了警，人群有人喊了一句：警察来了。警察局里，李秀梅哭诉着说自己儿子的学位被我女儿抢走了，我还带着混混打伤了他们。然而调查到舅舅的身份时，警察犯了难，因为舅舅现在是国际友人，按照国际友好的原则，他们不能轻易对舅舅怎么样。舅舅摊了摊手，装起了委屈：警察同志，这明明就是互殴啊！我在中国国内受到迫害，你们难道不应该保护我吗？就算我同样犯错了，你们大可将我送回缅甸。1米9几的壮汉，装起委屈来却像模像样。警察最后下了结论：要么和解，要么一起被处罚。张建国咬着漏风的牙，自知争不过，选择了和解。吕秀梅拉着警察不松手，唧唧歪歪：可我孩子上学的事怎么办？肯定是那个贱女人找人把我儿子的学位抢走了，她犯法了。很快，调查结果就让她陷入绝望。结果显示一切操作合法合规，在双方户主的同意下，我将孩子的户籍转到了舅舅名下，随后舅舅全家移民到了缅甸。
张耀天他们没有权利在国内读书。听到缅甸2个字，张建国眼珠子几乎瞪了出来。李秀梅腿打了个晃，差点没站住。怎么可能？警察提醒他们，现在2个孩子应该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尽快回到国外，不然会遭到遣返。他们怒目圆瞪，看相怎么看都不像好人的舅舅，只觉得天都塌了，惹不起舅舅。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了我。李秀梅指着我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我儿子的前途都被你毁了，你这个贱人！张建国眼珠子一转，突然态度和缓下来，拉开了李秀梅。我现在同意把户口转走了，你马上把我儿子的国籍转回来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我呵呵一声，晚了，当初好言好语的跟你们商量，可你们是什么态度？说实话，当初但凡他们愿意迁走户口，还回学位，自然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结果一大家子都跟我耍无赖。现在好了，学上不成，还把2个儿子都搭进去了。张建国顿时气得整张脸都红了，脸上的浮囊肉都在颤抖。操你妈的，你个死贱人！你真以为老子是吃素的？老子天天去学校门口蹲着，那天你看不住那个小贱蹄子，在老子手上有你哭的，威胁我，他还是先操心自己儿子的事。大不了我给我女儿请家教，休学半年。可是你的孩子在国内可是黑户，再不走就要被遣返了。这话让李秀梅彻底破防了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我儿子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，好不容易能上这么好的学校，你一下子全给毁了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偷别人的好学校上，搞得好像他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活该！做好笔录后，警察就让我们走了。张建国拦在门口，死活不让我们走。警察同志，搞错了，那是我儿子，不是他们说移民就移民的，他们就是报复我抢了他们的学位。我现在愿意归还了，他们理应当把我儿子的户籍转回来，我自然也有话说。真是你儿子，你能把他们的户口转到别人名下吗？反倒是我不忍心自己儿子在国内这么卷，找了人脉又出了钱，这才给他们办好了移民手续。亲爸妈才会这么费心费力吧？很快事实就教会他们，当初他们转户籍有多容易，现在要回来就有多难。警察告知他们，他们的手续确实合法合规，如果有异议，你们可以走法律程序，不过一旦放弃中国国籍，再想回来难如登天。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，张建国直接在警察局蹦了起来。你他妈给我等着，老子一定要弄死你们！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老公听我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，直夸舅舅威武，笃定那夫妻俩绝对不敢再来惹我们。其实我也想过，逼人不要逼上绝路，如果他们真心觉得自己错了，我可以让舅舅配合给孩子申请一个永久居住权，到时候在国内上学也不会受影响。不过我心底总是隐隐不安，总觉得那夫妻俩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为了女儿的安全，我暂时给她办了休学。好多次她都问我，妈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和小朋友们玩啊？我一个人好孤独。我心里一阵发酸，意识到一直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学习成绩倒是其次，对女儿的身心健康实在影响不好。明明不是她的错，却要小小的她承担后果，根本就不公平。这件事再次搞得我夜不能寐。然而祸不单行，正在家里做饭，老公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，快来你老公单位一趟，出事了。单位门口围了一大群人，其中有不少路人举着手机录像。张建国带着律师和亲戚将老公团团围住。李秀梅揪着老公的领口，脸红脖子粗的又扯又打。老公的白衬衫都被撕裂了，白皙的脖子上好几道血痕渗出血来。但面对这么多群众，老公生生忍下，脾气没有动手。张建国举着喇叭朝着人群大喊，这2口子仗着自己是当官的，就找人给我儿子办了，放弃国籍，欺压我们小老百姓，故意报复我们。今天我必须要个说法，让贪官下马。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原本就让人对体制内的颇有微词，更何况是经过张建国这么一番煽动性的言论。围观群众顿时朝着老公指指点点，帮助他们所认为的弱势群体。老公红着脸，百口莫辩，当初怕的就是这个，结果还是被他们找来了。我连忙推开人群，挡在老公面前，问他们，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李秀梅见目的达到了，一脸得意。你说呢？你们不经过我的同意，就私自给我儿子转了国籍，我不管你怎么操作的，总之尽快给我儿子国籍转回来，赔偿我们100万精神损失费，并下跪给我们道歉，不然我就让你老公身败名裂。涉及到我的利益，老公再也忍不了了，做事就要往前冲。我知道他护犊子的性格，哪怕拼上前途，他也不想我受委屈。之前要不是我劝着，他都不知道冲动多少次了。我伸手拦住了他，再一次向张建国他们确认，你们确定吗？要100万。
张建国呲着豁牙，面色阴狠。别废话，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考虑。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一路告到中央，到时候你再求我也来不及了。他认定前途是我们的软肋，可惜他不懂法，我反过来警告他，我只给你3分钟的时间考虑。现在跟我老公道歉。夫妇俩面面相觑，仿佛我在说什么笑话。现在占据优势的明明是他们，我不紧不慢。别想着威胁我们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会整理出来发到网上，孰对孰错大家自然会有判断。倒是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，100万够你判10年的了。我指着不远处路灯旁的监控，全都录下来了。张建国哼哧一笑，依旧嚣张无比。笑话，你说判刑就判刑啊？一旁的律师低头在他耳边说了什么。张建国脸色骤变，现在他们懂法了，不等我们反应，他拉着李秀梅落荒而逃。然而这件事还是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明明是他们涉嫌敲诈，可老公依旧要接受调查，即使最后的结果能证明他的清白，但是今年原本能定下来的升职计划算是泡汤了。一想到老公为了升职加班努力那么久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虽然现在他们不敢找我麻烦，可我不打算放过他们，想制住他们，只有斩断他们最后一丝希望。这次我再也不会心软了。原本带那2个小崽子回缅甸只是舅舅的一句玩笑话，可现在他说什么都要带走2个好大儿。然而他们原本的住所早已人去楼空，我们带人找了好大一通，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。他们好像再次人间蒸发了。这夫妇俩宁愿孩子当黑户，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国外，以为把孩子藏起来就万事大吉了。我换了好几个手机号，终于打通了他们的电话。他们猜到的是我，丝毫不慌张，还有些得意。傻逼们，慢慢找吧，你们是找不到我们的。反正我不亏，我们有的是门路，大不了花钱给孩子弄个假户口呗，就不知道下一个冤大头是谁了。太嚣张了，不弄他们简直天理难容，报警也只能是难为基层民警。我让舅舅直接去求助大使馆，舅舅也不客气，在大使馆就闹了起来。我的孩子在中国境内失踪了，你们必须限期给我找回来，不然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。我的孩子在中国境内失踪了，你们必须限期给我找回来，不然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。怎样快速地解决一件事，那就是扩大矛盾，从个人纠纷变成国际纠纷。政府人员很负责，对这件事尤其重视。查看舅舅的一系列证件后，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，随后成立了专案组，全力搜查2个孩子的下落。工作人员办事效率奇高，很快就在一个村镇找到了夫妻俩的下落。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说谎，因为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夫妻俩正准备给孩子办个假户口。相关人员直接被一网打尽。我原本以为要揪出他背后的保护伞会很难，没想到这对夫妻着急之下露出了马脚，自己先一步暴露。警察局里，舅舅当即要把孩子带走，李秀梅拉着舅舅的衣服，哭着嚷着说孩子是他们的。办案人员再三向他确认，你确定孩子是你的吗？李秀梅猛地点头，是我的。那你就是涉嫌贿赂公职人员，违法转移户口，你是要坐牢的。张建国瞪了他一眼。李秀梅惊觉自己说错话了，不是我的孩子，不对，是我的孩子，但我当初转户口的时候经过他同意了的。他指着我，我也不否认。对啊，你已经同意把孩子的监护权交给我了啊，所以我把孩子户籍转移到舅舅名下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至于舅舅是否要带着孩子移民，我就管不了了。不是，我没同意。不对，夫妇俩这才发现，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错的。他们自然不敢承认，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干这种违法勾当，还帮人家介绍。所幸在警察的全力打击下，这伙人终于落网了。张建国他们死活不承认自己贿赂公职人员，由于都是现金交易，没有具体证据，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。但现在的他们也跟被凌迟没什么区别了。有了之前老公单位的那场闹剧，舅舅根本不配合他们，给孩子办永久居住权。舅舅嫌他们烦，直接把他们拉黑了。张耀天和张浩宇被警告限期出国，不然将遭到遣返。夫妇俩跑了好多地方找门路解决，但他们的事早就传开了，跑了许久也没个结果。从超市买完菜回家，几个人影突然从路口窜出来，李秀梅拉着2个孩子扑通跪在我面前，委屈巴巴地拽着我的裤脚。对不起，刘小姐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该找人把孩子挂在你的户口底下，还霸占了你的学位，是我们不知好歹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宽恕我们这一回吧。咱们商量一下吧，
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损失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你帮我儿子申请永久居留权，好不好？鳄鱼的眼泪，当初我想找他们商量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我可是毕生难忘的。现在一个不需要任何成本的下跪，就想让我轻易原谅了，我冷着脸拒绝。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你现在来跟我商量什么？奇怪的是，没见张建国的人影，正想着，张建国缓缓从路口挪出身子，不情不愿的样子。差不多行了，都给你道歉了，你别不依不饶的。我们可以继续租着你的房子，算是赔偿你了，你还能落个租金，偷着乐去吧。我简直要气笑了，感情是这么个赔偿法，真是恬不知耻。我抬脚挣脱他的束缚，有那时间赶紧回去睡一觉，梦里什么都有。张建国不依不饶，冲着我的背影大骂：给你脸，不要脸，你会有报应的，祝你全家出门被车撞死。我气得购物袋差点没拽住，掏出手机给移民局打电话。喂，我要举报有2个没有绿卡的外国人在中国逗留，我要求尽快将他们遣返出国。最后张建国夫妻俩实在没有办法，办了个工作签证，一起跟着去了国外。听说一开始他们还跟家里联系，说那里高薪工作多，孩子学都不用上了，直接在那里发财。后来打了个要钱的电话，被家里拒绝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真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